Hello，这一期我们来看剑魔的一个上路出装符文搭配，还有它的一个对线情况。剑魔的话还是太权威了呀，剑魔这个英雄大灭一开，六亲不认。就剑魔，其实有人还说要加强剑魔，我这真的有点变态。加强剑魔包是班位的，我跟你说，到时候连玩都玩不了剑魔。其实就是现在就有个点，就是你要真的觉得你要真的是喜欢你的英雄啊，就让他不要太强，就数值不要太爆表。其次呢，不会太弱，就拿出来有一定的强度，这样的话。你这个英雄就是很好拿来上分的，因为它不容易上班位。你像现在梅尔啊、奎桑提啊，哎呦，在高分段就必上班位的，你怎么可能拿得到？没，已经直接不线上补啊，不直接不补刀了，就丢太刀是吧？那他那个兵，这还是给他丢到了。这蒙多学 Q 学 W 的，不好评，很明显不是很会玩的样子啊，就玩得很奇怪。他这种打法很明显就是端游的打法，手游的话尽量还是要学 E 技能，然后用 E 技能去拼血换血。然后用 E 技能去敲残血就是残血小兵，然后打 AOE 伤害就让对方没办法把兵线给推进来。而且 W 的话，对线的话是 W 是没什么太大用处的。好 ，TP 就是这么不讲理啊！前期你无论建立了多大的优势，只要对面 TP 回家出来，那你的优势就没有了。这是真的。只能说对面的传送确实带得好可能对面的打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的打法好怪，就看起来不像不会玩的，但他对上单的理解是有的，有可能他被抢了他可能也是玩剑魔的，然后剑魔被抢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这边靠过来，先帮忙打人，开大面。一个 Q 闪，秒掉一个，再一刀戳掉这一个，E 技能拉开，对方肯定不敢打到底的，因为还有个 W 给出去以后也是能吸一口血，亏了一波线吧，但也还好咯，问题不大。如果刚刚不去的话，你要在线上也就。稳住兵线，其实建立不了太大的优势。这边蒙多也是挺怂的直接交了大招的。两边都没大招的情况下这个蒙多不会主 Q 的吧？哦，千珏来了。这蒙多绝对不会玩，我跟你说绝对不会玩，他哪能这么上的呀？蒙多上来送一波多交了个闪现的话，下一波闪现准备做星之刚的蒙多。然后，如果你打蒙多打这种回血高的其实第一件直接做这个蓝川也不是不行。就像不好打的，比如说像鳄鱼那些，那你就额外做个小重伤，然后带星石就好了。或做小反甲也不是不行，反正这东西后面要换的。但对于剑魔来说极致的攻击就是极致的防守。
边闪现跟点燃都快好了。这蒙多说实话玩的是挺恶心的，前面就怂，我跟你说，哎，开大招，哎，一起，哎，对吧？他这个剑魔，他这个蒙多呢，他不属于不会，他属于那种真不会玩，但他又有自己的游戏理解，知道吧？只能这么说，但他很明显有可能，哎，我猜测有可能他不是打上路的。不然不会兑现成这个样子。你们看往期的会玩蒙多的啊，那种国服的那种上单蒙多啊什么的，其实你就能看到，那些蒙多他大部分来说都不会学 W， 都是主 E， 主要是 E 技能的那个被动，知道吧？能把血量转化为攻击力，这才是蒙多最需要的。这局队友好像有点菜啊，这边全部人头都是剑魔拿的，哇天！不过剑魔拿到优势，我觉得比队友有优势强，这是真的。剑魔的话，真的能在就打得好的话，做好的切入点的话啊，真的能1打4、1打3什么的。这里有大灭的，点燃差一些。找一个绕后点，哎，对面射手敢这么上，也是抽象啊！打野都不过来了，他还过来送，这边被控到千珏，伤害很高啊！队友其实已经不能打了，剑魔掉了就打不了了，看来得进入到那个劣势了。小火龙在狂蝶被动，哈哈。这把蒙多纯混子啊，炸了呀！其实，哎呀，不过刚刚追对面忍者妈追太久，所以差个点燃差距很大的。如果有那个点燃烫着对方，然后对方没有恢复手段的话，拖得不够久，就是拖得太久了。所以刚刚那波团战如果有点燃，很好处理掉这个轮子妈，然后后续去让跟队友一起包这个蒙多，第一时间伤害灌掉，然后撤，那这样的话就拿到优势了。想法很好，但现实很骨感。不过这局整体来说，队友确实很抽象。这局只能打超级大后期，剑魔的话是可以打后期的啊，不是说不能打。他的数值魅力就在这个大灭，他只要5级以后，大灭出来以后，他就是数值的存在。然后队友的话，酒桶、小火龙。龙女啊，好吧，都是偏后期的英雄，除了剑魔前期能扛得动对面的压力啊，只要下路就是什么下路、中路、野区，这4个英雄都是偏后期的呀。我看了一下，能打成这样子也对，也正常。这局其实没必要投降，知道吧？像时间只要拖到那个大龙出来那一下，拖到龙团，这局其实只要把第一条龙能拖住，比如说就算对面拿到龙也没关系，这局只要龙拖住能上，就是拖到15分钟，对吧？这局其实就是赢的。小火龙不用看，不会玩的，64层9分钟64层。你们看昨天的小火龙，真的没法比。就是我现在就玩单排，我也很怕遇到小火龙，就遇到那种不会叠的，我靠，心态都得炸呀，兄弟。小火龙优先是他那个
还是得在线上利用 Q 技能，因为 Q 和 W 技能去消耗对方，然后去叠被动，这是前提。Q 技能尽量就是说每一波线你能一个 Q 补到2个，基本上3个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不可能说每一波兵线你都能叠到4个，这是的刻意控制的。队友的话啊，被蒙多顶在后面啊，全靠剑魔一个人切后排啊，硬把这边啊把这个战场分割开了，不然队友这真要没。打了半天，画面里只有自己。这里啊，队友一点控制都不教啊。对面亚索，哦，做了狂风之力是不是？啊，对面亚索做狂风之力的嘛？哎，炸回来一个射手。但队友的话又全没了，那这样的话，这波团战绝对打不起来，赶紧走。还好情侣啊，这边奶得住，稍微接应一下，可以。这边就往后拖就行了。小龙压力已经没了，因为啊不对，小龙是对面的，还没拿到小龙。我看的那么高兴，还以为拿到小龙了，没有，只是，哎，太难了。地角小龙打不了啊，只能守。有大面，对方大招结束，对方也开大招了。能杀吗？应该能，这边打不过的。对方还就是说玩星之钢的话，最关键还是要做那个核心装备做出来以后，就是说装备搭配要齐全。就玩坦克的话，啊，第2件都还没做出来。队友说实话能去碰龙，这本来就是劣势啊，怎么可能打这条龙？开大面，我 W， 嘿嘿，对方还在那里看淘宝，说我要买哪件装备啊？快递更快，没想到他自己就是快递啊，还是半路遗失的那种。这里有龙女啊，这个龙女一定是要400层刷满才能说有用的啊，她400层都刷不满，才237层，13分钟了。说实话，也是抽象中的抽象啊。而且先锋拿了以后，他没有撞中路塔，而是去撞了边路，是吧？有点像演员，但不得不说，有可能就是这么菜。被他盾给躲掉了这个第1下 Q， 不然的话可以追着杀的。那这波大灭做不了进场了，技能 CD 得注意亚索的进场。风墙一放，对方想要4-1分带吗？但为什么就不带了？大龙 buff 快没了。
这里的话，他第4件选择做一个水银，有水银的话就会更好打一些啊，对面可以解掉对面的一部分控制。卡一波视野，哎，就业大招，哎呀，太着急了，这一波进场，哎，但是硬是给队友奶回来了，自己吸着吸着也吸回来了，看到没有？情侣就是这么赖。这边大灭续上，对方有风的，给他吹起来接大招了，啊，有点可惜，但没关系，对方闪现拉开。大灭又好了，对面说怎么 CD 这么快？怎么又有大灭了？这里想传送下去了，但是谁做了？哦，亚索做了传送是吧？过来。对面掉点了的，所以亚索这样子上，龙是哦龙拿到了，那这样的话对面没有龙魂，E 过来 ，Q W A 一下，再吸一口，还好那一下 A 出来了，不然的话就没了。4杀到手，真不容易，翻盘了吧？应该，这下应该是真翻盘了。大龙的话是可以打的，但想要把这个高地先推了先，太肉了这蒙多。只要他不是说啊跟你打到底的话，你想要杀掉蒙多的话不太容易。队友出来往大龙坑改，先站位的话也是可以打。其实做副甲会更好，但是如果说最后一件做水银，因为他这波是关键团嘛，那收益最大的肯定是那个副甲，容错最高。你一套技能就是能骗对，就是你上去就是能骗一套技能。好了，这一套技能骗出来了，开大面。这里有一个的蒙多，吸点血，打完一套，哎，全身上下都不一定是自己的血。减速到，跑是跑不掉了。小火龙怎么跑去那边被杀掉了？情侣这个时候其实不太适合在上面看，剑魔是可以上面看，但情侣是绝对不行的。完了，这波还得帮忙打，差点被一波感觉。这边回家了，把这个射手给杀了，应该龙女能自己搞定。这样的话得回头去打远古龙，而且这个远古龙的话必须得第一时间先把千珏给做掉。两边都少2个的，对面还 CD 慢一些。先把这个亚索杀了，亚索杀了是对的。这对面亚索应该是个小高手。啊，那剩下一个蒙多啊，就问题不大了。远古龙到手，好，游戏结束。因为已经可以选择投降了。这边就2个人守家的。已经把能做的全部做完了。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
后面还有，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